大家好，我是 Lucas， 我是硅谷生存法则的节目制作人。你们有想过你们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样子吗？我们公司在过去拍了2000多支的地产视频，我们见证无数的家庭，同时我们也会探访不同的主人公，去寻找他们自己对家的定义。今天我们来到都柏林的市政厅，主人公就是市长 Sherry。他告诉我，他非常想要每天都 interview 他的市民10分钟，7万到72000多市民。天哪，我们市长真的是不用睡了吗？市长他内心有一个愿望，在他的工作忙碌之余，他也想要平衡跟小孩之间的亲子关系。他的一对儿女呢，已经慢慢长大成人，然后他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买一套投资房。但是这个对于1代移民跟2代的 ABC， 是否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想要的退路，还是他们希望可以自己勇闯天下呢？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一集主人公的故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我是湾区的一名职业地产经纪，同时我也是潮联解忧会所的观察员。Nancy， 你好，我是 Nancy， 第一次见面，好开心，很高兴见到您。是，我们先上车再聊。好的，我是谢瑞胡欣，我是都柏林市的市长，我的背景是建筑工程和商业，在25年前来到美国。之所以站出来参加竞选，是因为2020年出现了很多亚裔仇恨。作为一位华裔，我想站出来为大家发出声音，同时也为社会做一些贡献。Nancy， 你知道我们电话你也讲过，我买这个房子主要是想着将来给我们家的2个小朋友，他们现在上大学，等到他们毕业以后，如果他们想回到湾区的话，有个地方可以做他们的第1套房。是，你知道湾区房子太贵了，这个真的是父母一定要帮他们做好准备。主要目的还是给小朋友们提供第1套家、第1个房子，而且的话呢，还要兼顾一点点这个投资的属性。我当时考虑到这个 location 呢，就是因为希望说找一个离您不要太远，因为现在你们家在3谷，女儿和儿子毕业了之后，他们都可以住在里边，姐姐可以照顾我弟弟。哇哦，你想得好周到。另外不知道市长您的小朋友们对这个房子第1套房有什么要求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个人在想，而且想了好多年的时间，我还没跟他们说过呢。我想着他们还是孩子嘛，现在也不会想那么多长远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告诉他们吧。好，果然是天下父母心。今天第一次见到市长，也非常紧张，不知道他对我的开车技术是不是很满意。这间房呢，它是只有1100尺，但是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4个房间。选这个房子呢，就觉得说它的位置很适合小朋友们而且的话呢，它的采光非常好，不仅是它的客厅很亮，而且每个房间都很亮。哇，对，我就是非常喜欢很亮的房子。是，那设计的话呢，还是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个主卧稍微就大一些，然后接后院。对，是，然后呢有一个厕所在这里边。然后我们因为还在装修中，在 finish， 所以的话呢，到时候会装这个12路。好的，还有一些材料在这里。我是很喜欢这种黄铜的用具，看着就像很高档的感觉。是，现在的人都比较喜欢黄铜，亮一点的颜色。不仅是可以加建 ADU，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未来还是有空间做一个更大的，比如说扩大一个客厅。
或者是加厕所，如果是需要的话。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推荐这个独立屋，因为房子本身现在虽然不大，但是未来加建之后，它会有更大的增值的潜力。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做投资用哦。是的，是的。那我们再回去看。好的，好的，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地方。它的地方比较大，可以加建。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那个好多间房子都非常明亮、宽敞。我想，很适合孩子将来居住。Hubert, can we talk more about this? Because I do need to know more about how you think. I'm busy right now. I literally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and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Okay. Thank you. 第二套呢，我想带您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社区。它这个呢是全新的 townhouse， 然后这个社区非常可爱，它就是一共只有8套，然后呢还有一个门禁有 gate， 所以非常安全。然后我们走这一套127号，看一下。这个户型呢，它是非常实用的户型。然后呢，下面有个套房，就是一个房间，然后这边还有个厕所，可以供比如说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客人来用。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新房的结构，就是因为他们的 ceiling 都会比较高，对，它比老房子它会更高一些，所以会非常敞亮。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岛台设计，这也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设计。是的，对。然后我们这里最棒的就是它的这个客厅面朝南面，所以它的采光非常好。对，我看现在日光都已经进来了。是，没错。我们去后院看一下吧。它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院子，所以供他们如果是想要做个 barbecue 啊，或者是客人来了，都可以在外面有一个区域可以活动。2楼有2间房，2个套房，各有一个厕所。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套房。哦，这个很大哦。是的，而且它的顶比刚才还要更高。对，很开阔。是的，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厕所，所以他们自己都可以有单独的，它就比较方便。然后呢，衣橱也是 walk-in closet， 它就可以走进去。我觉得这都是现代的设计。没错，对，特别适合你女儿，如果她有很多衣服。对，没错。这个 location 是在 Mountain View， 所以的话呢 ，Mountain View 的好处呢是它的位置距离很多的大公司更近，用的这个材质和颜色都是最新流行的颜色，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比较喜欢。对，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简洁大方。那我现在可以给我孩子打电话。好呀，当然可以，没问题。我是真的好喜欢这个房子。好。没想到市长看了房子还蛮满意的，然后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儿子了。第二个房子呢，它是全新的，它是个 townhouse。在一个社区有8个房子，孩子可能会喜欢全新的，屋顶也比较高。Mom, I'm going to gym. Oh, can you talk to me 1 minute? Why? I was looking for a home for you because I thought in the future you and Elizabeth might be able to live in this house in the South Bay in Mountain View. It's close to the Google building, Google or Apple. A lot of people are. Yeah, I can look at it later because I'm driving. So. Oh, okay. Oh, you are driving. Okay. Yeah, this is like a pretty nice home. Maybe in the future. Right now, I just do investment. Okay, sounds good. Oh wow. Okay, sounds like you are interested. Okay, yeah, sure. All right. Okay. Sounds fun. Okay, I'll send pictures to you, and later we can discuss. Okay. Okay. Have fun in gym. Bye bye. 不过他儿子呢，他在开车也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反馈，所以的话呢，可能后续还要再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现在是认真的考虑买房子。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市长您的小孩子现在他们是不是比较 ready 的来买房子？我不是很确认，但是我刚给他打电话，我说让他有机会来看一看，他也答应了。OK， 对。所以呢，只能看，慢慢的回去跟他先聊一聊，了解。对。对，因为我刚才看您是第一次打电话给他们，他好像完全也不知道要买房的计划。有机会，希望可以跟他的儿子女儿也可以聊一聊。我是潮联解忧会所的创办人 Lucas， 我是潮联解忧会所的创办人伊莎巴拉，我是潮联解忧会所的观察员 Yoga， 我是潮联解忧会所的观察员 Amy，
我是侨联解忧会所观察员 Nancy。刚才去见市长去了，哇，这么大看2个房子。怎么样？哇塞！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一下，怎么在这里对话？这房子还不错，他还蛮喜欢的。对，但就还比较初期啦。哎，市长为什么这次要买房？他帮他小朋友看房子。小朋友多大？17岁。哦，17岁，还很小哎，17岁不小，4年才毕业呢。对呀，都还没念大学呢。对啊，我跟他问了，我说他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搬过来住？他说4、5年之后。我觉得好像有点早，是不是？对。所以是投资房吗？有投资属性的吧，就是想帮小朋友买一间，然后呢也可以能出租的。可是我有问他，那小孩子他想现在买吗？有确定他之后想要搬过来住吗？万一他工作找到别的地方，对啊，所以现在就还不太明确啊。我突然想到那句话：“父母之爱子，必为其计深远。”天下父母心。对啊，对啊。对，我觉得亚裔父母就是这样，会喜欢帮助小孩去各种去 plan 长远的 plan 近的 plan， 各种去帮助他们。他还蛮未雨绸缪的，关键是还要4、5年就开始提前规划。对，而且我们今天看房，他满意的时候，他还打给他儿子。那他儿子怎么说？他儿子还觉得不错，就是没有很强烈的一个反馈啦，就说 OK， 你发给我看一下。我觉得他儿子可能没有当回事。可能也不是因为不是他出钱，所以他就不 care。对，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觉是很多爱跟控制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到底是爱我还是你是想控制我。如果孩子是感受到是被爱，可能就会愿意接纳；可是孩子如果感受到的是被控制，可能就会抵抗。因为我对我爸爸妈妈也是一直要买房啊，干嘛要给我刷卡什么的。然后我以前会觉得他们想控制我的时候，就会不想接受。可是我后来意识到，给爱的需求和想被爱的需求是一样强烈的，就是他们想给爱的那个需求也很强烈，就我也要满足他们想要给爱的这个需求，对，而不是不拒绝他们的爱是没什么，其实他们是会受伤，我是这样觉得。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爱跟控制，就是我觉得中间的差别其实是支持。是支持的话，我就不会觉得是控制。那支持的前提是要先讨论双方的需求。我感觉听下来应该是说，先让他大女儿先回来跟弟弟，他们3个很久没有在家里相处了，对，然后先相处一阵子，然后比如说像我们潮联解忧援助有建材啊，然后还有家具的矿券，看怎么帮他们布置，先让他们感觉比较舒服。那如果真的跟妈妈在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也离家比较久了，没有办法沟通的话，看再帮他选租房或买房，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谨慎一点。我觉得是，其实要增加小朋友的这个归属感，想要更常回家的话呢，我们也不一定要靠买房的形式，哪怕是一起把家里再布置一下，或者是装修一下，那他们可以一起去采购一些家居产品、家具啊，或者是一起去讨论一个装修风格，这样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是，想象一下，父母跟小孩一起装修。感觉会是一场大战。我觉得慢慢来吧，就是可以策划一些 weekend 的 day trip 呀，一家人先就一起旅行啊，然后可以多增加一些做 family 的 activity，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多相处多交流，这样的话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才不会觉得有距离感。市长他的这个看房子的目的的话呢，可能一开始初衷还是为了吸引小朋友回到自己的身边。他买这个房子也告诉我是希望他们回来住，但我作为一个第三方客观的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小孩他们不是那么的ready， 或者说他自己完全没有这个计划，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作为一个经纪人来讲的话，我会建议他们还是要多一点的沟通。还有的话呢，现在根据他小孩的情况，未来几年可能都不会再近期回来住，所以现在根据他们的情况呢，我认为是不是那么适合去买这个房子的。把白板拿起来。好，第一个题目我要问你们大家，小时候梦想中的妈妈是什么样子？OK， 好，想中的妈妈画出来啊，可以用文字，我用文字哦，我不管，我怕画不出来，对啊，我用文字，画出来。
Amy 真的好会画画啊，真的耶，好细节哦。我画完了。好了吗？我要倒数喽。好，翻牌。哎，我忘了写字了，我忘记写字了。我只写了字。香香的。哇，你连妈妈都要好看，好严格。哇，这个妈妈要超有钱是吗？要超有松弛感，然后超华丽的，好，那然后大大的眼睛，好美哦，就是一个超有松弛感的。然后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就不是那么需要在意很多东西，不需要打拼。对，不需要打拼，他就不会特别严格的要求下一代，他就觉得下一代快乐就好，这是我理想中的家庭。那瑜伽呢？我写的是什么？长头发、温柔、好玩的、调皮的、香香的、好看的。还香香，还有香香的，好具体，好高。这不是要求啊，这是妈妈的。就如果想象妈妈的样子，就闭眼想，就是这些感受，不需要要求，它自然就有。就对她肯定不是要求。我妈妈就是，我很认真的画了一下。这个是你梦想中的妈妈？也不是啊，就是比较真实的她的样子，因为她就是卷卷的头发呀，然后比较温柔，然后也蛮爱笑的，也蛮松弛的，不是像你那样就很多 dollar sign 在那边。我写的比较简单，就是温柔爱笑，像朋友一样，不爱说教。当然，我也不希望妈妈臭臭的。真的好了。哎，这个跟你很像哎，是不是？卷发，所以你的妈妈就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对。好羡慕哦！我真的是个贴心的女儿。你看过对啊，你看过对。妈妈好漂亮。好，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们有觉得自己妈妈的身上有一个可能自己以前不喜欢的点，但其实自己跟她很像？思思嘞，我写的唠叨，当然后面有爱心。我觉得妈妈的唠叨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就是小时候的话我会觉得很烦，然后觉得为什么一直说。其实长大之后。随着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你也会对他们唠叨的。就比如说，你这个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这个不能这样。然后，而且我是有小狗的嘛，有时候我会对着小狗说，你不能跳，对膝盖不好。就是我也变成了一个比较爱唠叨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对别人的爱和关心，其实都是在唠叨里面。你要分享一下吗？好，我写的是强势，然后我妈妈是一个女强人，然后她是自己创业，然后后面慢慢把生意做大，然后我觉得我在一定程度上走了我妈妈的路，然后我也是白手起家，然后创业。然后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妈妈的强势，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强势，为什么要那么拒绝别人的爱。然后可是后来我自己一路成长下来，我发现我也有，可是我理解到那个强势是因为当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要去做很多事情，你要承担很多责任的时候，内在会恐惧自己做不到，但同时又没有办法得到很多外在支持的时候，就会去表现出这个强势的样子，去以最快的效率去把事情做成。可是随着我的修行，我觉得我在慢慢放下我的强势的时候，我的妈妈也在同时慢慢放下她的强势，因为她现在公司慢慢卖掉不做以后，我能感受到原来我的妈妈本身是一个小女人，是温柔的，这个强势是一种伪装，然后也是一种迫不得已。像我爸爸可能稍微强势一点，但我妈妈是完全就非常温柔，完全不强势的那种性格。但是我可能就是一直习惯了这样，因为如果说我什么事情都要去跟他们商量，对我来说，是多了一件事情去做。本来我自己做决定，我可以很快的往前走，很快的做决定。但是如果说我要跟他们去商量的话，那我就要商量，来来回回去商量，然后再去想，然后最后才去做决定，然后再往前走，就对我来说要慢很多。我觉得在我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可能是行动比较快吧，做决定比较快，所以我比较习惯了自己做决定。我觉得他跟我讲过印象真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我这辈子就是没有他跟我爸爸在的时候是可以找到真的很爱的人。
我觉得今天元宵节，要不我们一起祝爸爸妈妈们，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元宵节快乐。好，可以。好呀，爸爸妈妈们，我们想你，想你，元宵节快乐。他们跳舞的表演来，小朋友唱的这个我帮他打，我对这个女生是好正面啊！你在干什么？Hello， 市长你好，我是 Nancy。是这样子的，我想今天带你去解忧会所，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呢？对。好，那我等一下把地址和时间发到你的这个微信好吗？好，先这样，拜拜。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了重磅嘉宾市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高兴有机会见到这么漂亮的姐妹们，我好喜欢你们。其实今天带市长来呢，也是因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想送给您。哇，还有礼物送给我，市长猜猜看。哇，谢谢你们。这是我们特意从常识建材公司给你要的优惠券，这样你家里不管是装地板还是装厨房呀、卫生间都可以用得到。哇，我听说过常识，太好了，我真的需要装地板呢。到时候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去采购一下。好啊，可以叫上孩子一起啊。是，因为我的房子已经有10多年了，也需要做一些翻新的。如果市长和小朋友一起去选材料，但他喜欢的这个款式，但您不喜欢，会怎么样呢？那我要想一想怎么委婉的提建议。这是谁的房子，对不对？对呀，是要看是他的房子，我就给他多一点自由的选择。是我的房子，一定要我做决定哦。有道理。好，今天我们还是很感谢市长来这里，然后的话，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个优惠券真的能帮助到您。在这里真的可以互相帮助，给予很多的温馨时刻，对吧？我们就像一个聊天室一样，会经常聚在一起聊聊生活啊，聊聊工作啊，然后遇到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对不对？一起想办法，就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力量更大了。是的。以后市长常来玩。好啊，我都一定会来的。真的很感谢带我看房的这个 agent Nancy， 她这个小妹妹很甜，然后呢也会替我从心里面考虑，做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目前我想先放一放，多观察，多想一想，并且和孩子多沟通吧。这一集带市长看了2套房，一开始非常紧张，那后来根据市长的情况的话呢，我也觉得他现在并不适合买房子。市长本身也是大忙人，所以希望我解决到他的问题。最后的话呢，还是希望市长可以用到我们潮联解忧会所的优惠券。亲子关系也是以前我自己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然后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是比较严格，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还蛮好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我。我觉得第一代移民的父母可能要学会一点点放手，把更多的自由交给 ABC 小朋友。那 ABC 小朋友们也要学会，怎样去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监管孩子嘛。所以心里面其实这几年我也有一些内疚。虽然我的孩子他们都挺独立的，学习也都挺好，但是呢，我就想着买这个房子也算是我对他们的一点补偿。他们就想着。价钱也挺合适，妈妈就想着，妈妈给他买下来，现在先出租，以后你们要回来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可以住。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Well, I think it's a great idea. 我觉得是很好主意。那你会想回到我们这边湾区来吗？我会想。我觉得你做的决定很好，因为现在更便宜，也更好买，更适合这个价钱，是吧？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电话，我要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一接了，我就已经觉得很高兴了。所以呢，真的不容易，当父母不容易，但是我也理解，当孩子也不容易。